别再执迷于炒股了。是的，你没听错，不要把精力放在频繁买卖股票上，至少不要像大多数人那样。我见过太多人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相同的错觉，他们误以为股市就像一个赌场，只要有点小聪明，追求刺激，再选几只所谓的潜力股，就能轻松致富。但事实远非如此，这里每天上演的都是人类非理性行为的大戏，贪婪和妒忌在这里紧密相随，直到两者都筋疲力尽，倒地不起。人们常常认为追逐那些被热捧的股票才是所谓的明智之举，但这根本不是投资，而是一种披着高明外衣的盲目从众。当然，我并不是建议你永远不要涉足股市，而是告诫你不要以愚蠢的方式进行投资。真相其实很简单，投资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买入和卖出股票的代码，而是持有那些能够在你睡觉时也能持续为你创造价值的企业的所有权。然而，大多数人却偏偏要把这个简单的道理复杂化，弄得像一场滑稽的表演。他们紧盯着各种财经新闻，追逐着市场的短期波动，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投入到自己根本不了解的投资理念中，这不过是一种伪装成机遇的疯狂行为。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投资。真正的投资是让你的资金以一种无需你持续关注的方式不断产生收益。你不是一个短线交易员，而是一个企业的部分所有者。你不需要费尽心思地择时进出市场，而是应该购买那些能够在未来几十年内持续增值的生产性资产。如果你不能像一个所有者那样思考，那么你根本没有资格称自己为投资者。首先要认识到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通货膨胀，这个看不见的窃贼每天都在蚕食你的财富。你以为把钱存在银行的储蓄账户里就很安全吗？大错特错，你的钱正在缓慢且无声地贬值。你每拒绝投资的$1，都在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失去其购买力。今天的$1000，几年后可能只能买到价值$800的商品。看似稳妥的不作为，实际上是注定要亏损的。整个经济体系就是这样设计的。唯一理性的应对方式是让你的财富增长速度超过通货膨胀的侵蚀。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奖励资产所有权而非单纯劳动的体系中。那些拥有资产如股票、房地产和企业的人，才是真正的财富创造者。仅仅依靠工资生活的人，只不过是在一条永不停歇的加速跑道上奔跑。薪水不会产生复利效应，但资产可以。如果你一生只知道辛勤工作和消费，即使再努力，最终也可能难以摆脱经济上的困境。但是，如果你学会拥有哪怕是少量的资产，你就为自己创造了唯一真正重要的杠杆，时间和复利将会为你服务。现在，在你冲动地去购买最新的热门股票之前，仅仅因为某个视频博主声称它将成为下一个大热门，请记住，市场对你的热情毫无感觉，它不会奖励兴奋，而是奖励耐心、自律以及拒绝做出愚蠢行为的决心。相信我，最后一点比听起来要难得多。年轻的时候，所谓的时髦股可能是通用电气和埃克森美孚，再往前推可能是柯达和麦当劳，而现在这些名字变成了特斯拉、苹果和英伟达。名称在变化，
但人们的行为模式却始终如一。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找到了那只会下金蛋的鹅，直到它不再下蛋为止。因此，我建议你不要凭着冲动去买股票，而是要基于理解，并且养成拒绝盲从的习惯。绝大多数时候，财富自然会随之而来。还有一个你可能不太愿意听到的真相，持续准确地挑选出未来的赢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那些拥有所有图表和模型的专业人士，也常常遭受惨败。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未来更是难以预测。即使你仔细研读了所有的企业报告，你的预测仍然可能有一半是错误的。还记得黑莓吗？曾几何时，每个人都认为它将统治全球，直到苹果带着 iPhone 横空出世，彻底颠覆了市场。那些曾经被认为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如今已是遍地的墓碑。正因为如此，我更倾向于通过指数基金来分散持有各种资产。当你购买指数基金时，你押注的不是某一家特定的公司或某位天才的首席执行官，而是整个美国经济的生产力。这个体系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但它却有着随着时间推移持续增长的惊人趋势。你持有的是数千家支撑国家运转的企业的一小部分股份，涵盖了能源、医疗、金融、科技以及所有其他的相关领域。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很枯燥，但正因为如此，它才有效。那些令人兴奋的投资往往是灾难的先兆。当你开始对某只股票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时，你很可能已经输掉了这场游戏。优秀的投资应该像看着油漆慢慢变干一样平淡无奇。你投入资金后，就应该置之不理，让复利效应自行发挥作用。你不需要每天早上查看股价，行情下跌时不必惊慌失措，上涨时也不必欣喜若狂。你只需要静静地等待。在股市中致富的人，靠耐心获利的远比靠天赋异禀的多得多。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平均回报率约为 10%， 只要时间足够长，这个回报率足以让任何人实现财富积累。30年前妥善投资的100美元，如今的价值已经超过1700美元。这并非偶然的运气，而是一个简单的数学规律。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没有通过复利致富呢？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耐心，他们追涨杀跌，在上涨时买入，下跌时抛售。他们做出的是反应，而不是深思熟虑。他们把噪音误认为信息。他们终其一生都在试图战胜这个奖励沉稳、惩罚冲动的体系。投资的成功并不需要超人的智慧，只需要始终保持理智和清醒。你不需要预测下一个伟大的科技突破，你只需要持续投资于世界经济的生产引擎。那些不断制造、销售和创新的企业，对于99%的人来说，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指数基金来实现这一点。但是不要自欺欺人，购买指数基金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免于愚蠢的投资行为。在投资中，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市场本身，而是你自己。你的情绪、恐惧、不耐烦和嫉妒，这些才是财富积累真正的敌人。当市场下跌时，你可能会想抛售离场；当别人一夜暴富时，你又会忍不住
去追逐那些热门的投资。此时你必须牢记，当市场走向极端时，大众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让我来告诉你，我在这近100年的生命历程中领悟到的一个真理：摧毁财富最致命的方式，就是自以为比所有人都聪明。当你开始相信自己找到了快速致富的捷径时，市场会毫不留情地让你认清现实。市场一直都是这样，它生来就是为了纠正那些过度自信的行为。所以，如果你刚刚开始投资，请务必记住这句话，并把它深深地刻在你的脑海里。不要买股票，买的是良好的投资行为，这才是实现长期财富增长的正确道路。让我们澄清一点，当我建议你别买股票时，并非要你彻底远离股市。我的意思是，不要把股票看作是一种游戏，一张彩票或者一条快速致富的捷径。你要理解持有股权的真正含义，你买入的是一种自律。当其他人失去理智时，你仍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才是真正的投资。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股市的实际运作机制。因为大多数人都把它看作是一种神秘的魔法，他们幻想股市是一台神秘的机器，专门为那些掌握了秘密代码的人印钞。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不过是一个买卖交易的场所，仅此而已。在这里，人类的情绪波动被实时的定价，人们买卖着那些他们往往并不真正了解其业务的企业的一小部分股份。当你买入一家公司的股票，比如可口可乐或苹果，你购买的是其未来收益的一小部分权利，这就是所有权的概念。如果这家公司持续增长，创造利润并实现价值的复利增长，你将分享这份增长。财富正是以这种缓慢、可预测且跨越漫长岁月的方式积累起来的。但关键在于，大多数人并非如此思考。他们购买的不是所有权，而是故事。他们购买的是兴奋感，是短期内资金翻倍的幻想。你会惊讶地发现，真正了解自己所持有资产的人是多么的稀少。他们可能会说，我持有特斯拉的股票，但却说不出特斯拉的汽车销量、利润率或负债规模。他们买入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朋友也买了，或者是因为电视上有人宣称人工智能是未来的趋势。这根本不是投资，这不过是模仿心理和追求刺激的混合产物，而市场往往会残酷地惩罚这种组合。明智投资的首要原则是理解你拥有什么以及你为什么持有它。你不需要精通每一个细节，但你必须掌握足够的知识来识别价值。换个角度思考，你会向你的邻居购买一家你完全不了解其盈利状况的企业吗？当然不会。然而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在股市中做着同样的事情。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分水岭在于他们投资的时间维度。普通投资者以天或周来衡量他们的投资表现，而聪明的投资者则以10年为单位进行思考。正是这种长远的眼光让复利的魔力得以显现。股市的平均年化回报率约为 10%， 前提是你能够长期持有。但很少有人能够获得这样的回报，因为他们缺乏耐心。他们往往在高点买入，在低点卖出，然后将失败归咎于运气不佳。但这并非运气的问题，而是行为的问题。请允许我用简单的算术来阐明这个道理。
因为算术能够让我们的情绪保持理性。假设你向一个追踪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指数基金投资1000美元，历史数据显示，该基金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10%。如果你能坚持持有30年不动，这笔投资最终将增长到接近17500美元。这意味着你无需付出额外的努力，就能实现超过 1650% 的增长。你并没有比别人更聪明，你只是拒绝了愚蠢的行为，而在投资领域，这已经足够了。关键在于要摒弃那种我能精准地选出下一个大赢家的幻觉。我见过无数人妄想通过发现下一个亚马逊来跑赢市场，他们忘记了，在每一个亚马逊背后都有数百个像美国在线、柯达和百事达这样的公司走向衰落。当年黑莓如日中天的时候，人们以为它会永远保持领先地位。2008年，它的股价高达144美元，而如今却跌破5美元。这就是当未来偏离预期轨道时的结局。如果想要进行明智的投资，请停止妄想成为天才，转而通过广泛的分散投资来分享人类进步的成果。指数基金正是为此而生的。你押注的不是某一家特定的企业，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创造力。你将持有美国每一家大型企业的一小部分股份，那些制造你的 iPhone、组装你的汽车、为你建造房屋提供电力，以及配送你所需食品的企业。这种投资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消除了个人自负的因素。你不需要预测哪家公司会胜出，只需要让体系中的赢家带动其他企业共同成长。在过去的1个世纪里，美国经历了战争、经济衰退、疫情和政治动荡，但市场却屡创新高。这并非偶然的运气，而是生产力和复利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刻，我仿佛已经听到有人反驳说，那7大科技巨头呢？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特斯拉、Meta、英伟达，他们才是未来，对吧？但是请记住，1980年美国最大的企业是埃克森、通用电气和 IBM。1965年则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柯达和希尔斯。如今他们在哪里？企业会更迭，但基本的法则不会改变。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少数几家看似不可战胜的企业上，就像压住青春一样，终将逝去。正因为如此，分散投资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谦逊的表现。他承认你无法预知一切，未来充满了未知。将投资分散到数百家企业的投资者，既接受了不确定性，也能够在不确定性中生存下来。而那些将全部身家都压在少数几个热门股上的投资者，最终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来学会谦逊。人们总是喜欢谈论风险，经常会问，股市的风险难道不是非常高吗？诚然，短期来看是这样，但从长远来看，不投资的风险更大。持有现金必然会被通货膨胀侵蚀，而精选个股则难免会犯错。通过广泛投资指数基金来实现分散化、长期持有并避免情绪化的决策，这才是最接近稳妥的选择。注定会被通货膨胀蚕食，精选少数个股注定会遭遇失误。通过广泛投资指数基金实现分散投资，持有数十年，避免情绪化决策，这在金融领域堪称最接近稳妥的策略。它不刺激，
不炫目，但却行之有效，而这才是关键所在。我见过太多聪明人因为无法抗拒刺激而毁掉了他们的财务状况。他们渴望感受到自己很聪明，而不是真正的积累财富。他们用稳定的收益换取短暂的刺激，这是一笔极其糟糕的交易。请记住，投资的本质是参与社会长期的生产力增长，它与预测潮流走向无关。你持有的每一股股票都代表着无数人在每天清晨醒来工作、创造和销售商品的价值。只要世界持续运转，市场就永远不会枯竭。你不需要比所有人都做得更好，你只需要在这场游戏中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让复利为你创造回报。然而，人们往往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追逐新闻头条，在市场下跌时恐慌，在市场繁荣时盲目追涨。他们是情感动物，却假装自己是理性的投资者。你无法靠情绪战胜市场，只有保持冷静和稳定才能做到。那些稳健投资、广泛配置，在市场风暴中保持冷静的人，他们的投资表现将超过90%自诩聪明的短线交易者。唯有保持恒心，方能胜出。那些稳健投资、广泛持仓，在风暴中保持冷静的人，终将超越90%自诩聪明的交易者。所以，当我建议你别买股票时，我指的是别买那种你能预测未来的幻想。买入的是一个体系，买入的是一种习惯，买入的是一种纪律。在别人恐惧时坚持买入，在别人贪婪时坚持持有。财富正是如此积累起来的，缓慢而无声，通过枯燥的算术和钢铁般的耐心。如果你能理解这个道理，你的投资智慧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专业人士。想知道具体的实施方法吗？我会告诉你，但你可能会觉得它听起来过于简单。人们总是幻想存在一个富豪秘密俱乐部，他们交易着神秘的公式，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真正的投资原理极其基础，甚至有些令人难以接受，但人类的大脑往往厌恶简单的道理。我们渴望刺激，而不是枯燥的数字运算。然而，正是这些枯燥的运算才是拯救你的关键。入门的方法如下：首先，选择一个合适的交易平台。在美国，这指的是券商富达、先锋、嘉信、TD Ameritrade 都是不错的选择。关键在于选择一个信誉良好、受到监管且费用低廉的平台。每一笔额外的费用都是蚕食你复利收益的寄生虫。在30年的时间里，1%的年费率足以吞噬你近1/3的投资回报。大多数人从来不会计算这笔账，但我一直都这样做。算术不会撒谎。选定平台后，你需要选择合适的账户类型。政府会以避税账户的形式赠送你一些礼物，信不信由你。如果你正在工作，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尽可能的向你的 401k 计划供款，尤其是在你的雇主提供部分匹配资金的情况下，这等同于免费的资金。只有傻瓜才会错过白白送上门的钱。如果已经用完了 401k 的额度，那就开设一个罗斯个人退休账户 Rothera 或传统的个人退休账户 Traditional IRA。 这些账户能够让你的投资收益实现免税增长或延迟纳税，换句话说，就是加速你的财富增值。复利效应最青睐税务效率。今年你避免交给税务局的每1美元，
都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为你复利工作的微小力量。下一步是持续投入资金，不要过于纠结于具体的金额，从你现有的能力出发，无论是100美元、500美元还是1000美元都可以。关键在于保持持续性。在投资领域，最危险的一句话是：我以后再开始。拖延不行动，永远不会有迟些这个时间点。市场奖励的是行动者，而不是完美主义者。每一个延迟的月份都在侵蚀你的复利收益，而且你永远无法弥补。那么具体应该在你的账户里买什么呢？大多数人正是在这里走错了方向。他们以为需要挑选个别股票，比如苹果、特斯拉、亚马逊或者任何热门的股票。大错特错，你不需要压住任何人的天才，你需要通过低成本的广泛投资的指数基金来拥有整个经济生产体系。那些追踪标准普尔500指数或整个美国市场的基金，他们同时持有数百甚至数千家美国的企业。当国家经济繁荣发展时，你的财富也会随之增长。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你可能会说，查理，这听起来太无趣了。很好，投资本来就应该是无趣的。如果你想寻求刺激，请去拉斯维加斯。投资的目的不是娱乐，而是财富积累。财富积累是一个循序渐进、枯燥乏味且毫无魅力的过程。买入基金，长期持有，定期追加投资，绝不动用你的本金，仅此而已。所有通过市场积累的巨大财富都建立在枯燥的坚持和长期的耐心之上。在完成账户设置之后，一切流程都将自动运行。投资领域最大的风险并非来源于市场的骤然崩溃，而是投资者自身。自动化机制能够有效地保护你，避免受到自身最糟糕的本能情绪所驱使。务必设置每月从你的银行账户自动划拨资金到投资账户的操作。无论金额是200美元还是2000美元，关键在于实现这一过程的自动化。系统不会受到你情绪波动的影响，它将持续不断地进行买入操作。这种策略被称为美元成本平均法。虽然每个月买入的价格可能时高时低，但从长远来看，你的平均成本会逐渐趋于平稳，从而有效地消除了择时操作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规避了择时，也就避免了许多不明智的决策。坦率地说，你并非市场中的智者，我不是，沃伦·巴菲特也不是，你更不可能例外。市场的本质是无数投资者之间相互博弈的集合体，大家都在试图揣测其他人的想法。这场博弈你几乎不可能获胜，但完全可以选择绕过它，通过持有整个市场，而不是将宝压在个别选手身上来实现。指数基金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运作，它将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努力进行平均化，其长期的表现足以超越90%的专业投资机构。不妨设想一下，你只需要保持不动，就能轻松超越那些所谓的专家。当投资流程实现自动化之后，你的主要任务就是什么都不要做。是的，就是什么都不做。不要每天早上查看股价波动，不要收看财经新闻频道，不要浏览 Reddit 上的财经帖子。每次你打开应用程序查看盈亏情况，焦虑情绪便会随之而来。焦虑会促使你采取行动，而行动往往会导致亏损。
顶尖的投资者如同僧侣一般沉静、超然和从容，他们只是静静地等待复利的力量创造奇迹。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复利，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接近魔法的真实存在。复利意味着你的本金产生收益，而这些收益又会继续产生收益，如此循环往复，永不停止。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利会形成巨大的滚雪球效应。假设你每月投资500美元，并获得10%的年化收益率，那么在40年后，你的投资将增长到近110万美元。你无需进行创新发明，无需进行交易投机，也无需为了赚钱而奔波劳碌，你只需要静静地等待。然而，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始终难以摆脱贫困的原因。但是，请不要将简单与容易混淆。投资中最困难的部分，并非知识的掌握，而是行为的控制。当市场下跌时，你很可能会忍不住停止投资，而当市场大幅上涨时，你又很可能忍不住增加投入。这两种冲动都是错误的。无论市场是大幅下跌还是剧烈飙升，你都应该坚持投入固定的资金，因为在市场崩盘时，定期定额投资策略正以优惠的价格购买股票，而在市场飞涨时，那些早先以低价购入的股票会让你看起来像一位投资天才。在市场繁荣时期进行投资并不需要太多的勇气，真正需要勇气的是在市场低迷时期坚持投资。在投资组合价值下跌30%之前，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长期投资者，但之后他们往往会变成恐慌的信奉者。请务必不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坚定地执行你的投资计划。那些经历了1987年、2000年、2008年、2020年等历次市场下跌仍然坚持投资的人，才是最终的赢家。市场终究会复苏，唯一的问题是你是否能够坚持到那个时候。最后提供几点实用的建议：保持你的投资组合简洁明了，无需配置多达20只基金，2到3只就足够了。它们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可以考虑配置1只美国股票基金，1只国际股票基金。如果你感到不够稳妥，可以再增加1只债券基金。复杂性是纪律的敌人，变量越多，你为调整投资策略寻找借口的理由就越多。不要随意变动。如果你的投资策略需要天才般的智慧才能运作，那很可能就是一个糟糕的策略。好的策略应该是能够自动运行的。不要再纠结于寻找最佳的入市时机。最佳的入市时机是20年前，次佳的入市时机就是现在。市场奖励的是参与者，而不是完美主义者。如果你总是等待万无一失的时机，那么你将永远等待下去。我见过无数人因为起步太晚而后悔，却从未见过有人因为起步太早而懊恼。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以数十年复利效应来衡量的。朋友，这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时间，在市场中持续参与的时间，远比试图精确把握市场时机的尝试更有价值。因此，如果你只能记住一点，请务必牢记：自动化、多元化，并远离那些自我设置的限制性思维。不要因为一时的兴奋感而买入股票。购买股票是因为其内在的持久价值。不要追求奇迹，而是要遵循数学规律。
这个过程可能显得枯燥乏味，但它永不停歇，并且无可比拟。这才是真正的投资之道，不是为了1个月，不是为了1年，而是为了你的整个一生。现在，让我们认真探讨那个每个人都热衷于提问，却又往往不愿听取答案的问题。当市场彻底崩盘时，应该如何应对？我可以向你保证，崩盘终将到来。市场的存在不是为了让你感到舒适，而是为了考验你的品格。每隔几年，市场就会经历一次调整，抹去数万亿美元的市值，并揭示那些风险过高的投资者的真实状况。这就是市场的基本规则，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要知道，市场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人性的弱点。危险并非源于市场的波动，而是市场的波动与投资者情绪的碰撞。当价格下跌时，恐惧感会迅速滋长，而理性则会随之消退。刹那之间，每个人都似乎变成了市场专家。你会听到各种关于崩盘、经济衰退、彻底崩溃、人工智能泡沫破裂、房地产崩盘的言论。你会看到无数曾经理性的投资者变得盲从，互相踩踏着抛售那些原本可以让他们变得富有的资产。如果想在市场中生存下去，你必须做到一件事：当市场情绪失控时，保持冷静。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当你的投资组合价值暴跌30%时，你的本能会尖叫：快逃离，什么都别管了。恐惧正是你为了获得超额回报所必须支付的税。如果你连眼睁睁看着你的净资产暂时缩水都无法承受，那么你就不配见证其长期的增长，这就是事实。每次市场崩盘看起来都独一无二，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重复播放同一部电影，只是标题有所不同，但恐慌情绪却如出一辙。1970年代的崩盘源于石油危机，2000年代是科技股泡沫的破灭，2008年是房地产市场的危机，2020年是全球性的病毒大流行。每次当专家们宣称资本主义即将终结时，市场总能以更强的姿态复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类永不停歇地进行创造、劳动、建设和适应，世界也在持续运转，生产力的引擎从未熄火。所以当下一次经济衰退来临，而它终将到来，请务必记住这一点。你作为投资者的首要任务不是预测何时会发生衰退，而是在衰退发生时保持理性。市场崩盘本身并不会摧毁财富，真正摧毁财富的是人们对崩盘的反应。恐慌性的抛售会将暂时的下跌转化为永久性的损失，而冷静的观察和等待则能够将恐惧转化为未来的利润。这正是多元化配置投资组合至关重要的原因。如果你的投资只集中在1-2家公司的股票上，一次崩盘就可能彻底摧毁你。但是如果你通过低成本的指数基金持有数百家公司的股票，那么一次崩盘只不过是市场中的一些噪音而已。一些企业可能会倒闭，另一些新的企业将会崛起，但整个经济体系终将继续存在。你押注的是人类文明的延续，这无疑是一项值得进行的赌注。唯一可能让你输掉这场赌局的情况是文明本身彻底崩溃。如果真的发生了那种情况，那么你所面临的困境将远比投资组合的损失要严重得多。现在让我们来谈谈
安全这个概念，因为它比风险本身更容易欺骗投资者。人们普遍认为现金是安全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现金就像一块正在融化的冰块，通货膨胀会年复一年地蚕食它的价值。你银行账户里闲置的美元正在悄无声息地贬值，无所作为看起来很安全，因为它没有任何变化。但实际上，这意味着你正在遭受必然的损失。你无法仅仅依靠储蓄来战胜通货膨胀，唯有通过投资才能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正因如此，即使经历市场波动，持有资产仍然比持有大量现金更有利。还有一点需要明确，波动性是通往财富的入场券，没有短期的痛苦，就不可能有长期的收益。人们总是幻想既能获得稳定的回报，又能承担零风险，这纯粹是幻想。任何有价值的投资都要求你承受一定程度的怀疑和不安。关键不在于市场是否会下跌，而在于当市场下跌时，你是否会背离自己的投资原则。明智的投资者将市场的波动视为机遇，而不是威胁。当市场下跌时，你的资金能够买入更多的股权，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机会，而不是一场悲剧。试想一下，你非常看好某一家公司，比如可口可乐或者苹果，它的股价下跌了 20%， 你为什么会感到担忧呢？如果在每股100美元的时候你欣赏这家公司，那么当股价跌到80美元的时候，你更应该珍视它。但是人类的本能并非如此运作，大脑会将下跌的价格与危险信号联系起来。然而聪明的投资者会重塑这种本能，他看到股价下跌显示为红色数字，反而会微笑。这正是定期定额投资法的精髓所在。无论价格高低，你都定期投入固定的金额。当股价下跌时，相同的金额可以买入更多的股份，而当股价上涨时，则买入的股份会相对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平均投资成本会趋于平稳，而你的财富也会稳步增长。这种方法的巧妙之处在于，它不需要你拥有过人的智慧，只需要你具备顽强的坚持精神。自动化是你的得力助手，设置每月自动从你的银行账户转账到你选定的指数基金，从此你就无需为此操心了。切勿频繁调整你的投资策略，不要随意暂停投资操作，更不要试图耍小聪明。干预越少，你的财富增长的就越快。每当你因为恐惧而违背你的投资计划时，你就是在给自己设置障碍。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你的投资计划与你的恐惧心理之间的博弈。只有当你的计划能够战胜你的恐惧时，你才能取得成功。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大多数投资者亏损并非源于市场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妄图超越市场。他们追看财经节目，研读各种预测报告，并且自我催眠，相信自己能够洞悉未来的市场走势，但他们根本做不到。没有人能够做到。经济体系过于复杂、混乱，并且高度依赖心理因素。所有的预测都不过是一些身着昂贵西装的人在胡乱猜测而已。当有人声称能够预知市场的走向时，请他先预测一下6个月后的天气。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而他们确实做不到，你凭什么相信他们能够预测数百万人在面对数十亿个变量时的集体反应呢？面对不确定性，
正确的态度是谦逊。你无法战胜混沌，只能在混沌中求生存。能够存活下来的投资者最终将会获胜，因为市场奖励的是坚韧不拔，惩罚的是急躁冒进。复利这种静默的奇迹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才智。如果你每当市场出现动荡就中断投资，那么你就切断了财富增长的源泉。正因如此，我经常强调，不要仅仅投资金钱，更要投资你的心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正确的心态比聪明的头脑更为重要。所以，当你看到关于人工智能泡沫、科技股崩盘或房地产市场放缓的头条新闻时，请记住，这出戏你早就看过了，结局你也心知肚明。人群会恐慌，价格会下跌，价值会显现，然后市场会开始复苏。那些能够保持投资纪律的人最终会变得更加富有，而那些试图耍小聪明的人最终只会剩下各种各样的借口。坚守信念是无可替代的，无论算法、捷径或新技术如何更迭。2026年的投资法则与1900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持有能够产生价值的资产，进行广泛的多元化投资，定期投入资金，永远不要因为恐惧而抛售。如果做不到这些，你就不能算作真正的投资者，你只不过是别人游戏中的参与者而已。如果在市场低迷时你感到恐惧，请记住我多年来一直强调的箴言：一切终将过去。市场不过是人类行为的一面镜子，而人类的行为，无论是贪婪、愚蠢、智慧还是任性，都是永恒不变的，这才是你唯一能够压住的常量。所以下次当所有人都呐喊不要买股票时，请在心里默默微笑，你将明白，那正是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此刻你已经了解了市场的运作机制、指数基金的概念、分散投资的重要性、定期定额投资策略以及自动化交易的优势。但请听我说，更重要的是，如果不修正你的心理状态，上述所有方法都将毫无用处。投资本质上是一场心理博弈，远非简单的数学计算。它奖励理性，惩罚情绪，这正是大多数人投资失败的根本原因。他们明明知道应该怎么做，却无法付诸行动。如果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财富就无法通过复利实现增长。我所认识的每一位成功的投资者都精通一项至高无上的技艺：稳定的心性。不是高超的智商，不是闪耀的学位，更不是什么秘而不宣的诀窍，是内心的沉稳，是在全世界都陷入恐慌时保持冷静的能力。这才是真正的竞争优势。当所有人都被情绪左右时，冷静的人才能让财富通过复利增长。事实是，市场并非为了让你快速致富而设计，它的本质是将资金从缺乏耐心的人手中转移到有耐心的人手中。每一次崩盘，每一次恐慌，每一轮狂热都服务于这个目的。急躁的人会将财富拱手让给有耐心的人。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淘汰那些情绪失控的投资者。所以如果你想在投资中取胜，你必须打一场持久战。真正意义上的持久战，投资不是在5年内致富的手段，而是让你在50年后依然保持富足的方法。股市是那些拥有投资纪律的人的财富创造机器，但对于情绪化的人来说，它却是财富的摧毁者。市场不在乎你的目标恐惧
或任何精妙的理论，它奖励的是行为，而不是才智。具体来说，当周围的人都感到恐慌时，你必须保持冷静；当大家都欣喜若狂时，你必须保持怀疑，不要随波逐流，因为群体的情绪遵循的是周期规律，而不是逻辑。贪婪会催生泡沫，恐惧会引发崩盘，两者都会摧毁资本。你的职责是成为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一个沉浸在情绪狂欢中的参与者。当你通过广泛的指数基金进行投资时，你并非在押注某个故事或某种炒作，你是在购买真实企业的所有权，分享他们创造的真实利润。你是在与生产力、创新和进步站在同一阵线上。这正是赌博与投资的本质区别。赌徒押注的是结果，而投资者拥有的是财富创造的引擎。赌徒需要的是运气，而投资者需要的是耐心。请记住，投资本来就应该是平淡无奇的，目标不是去感受什么，而是去构建什么。你在投资过程中越是感到兴奋，就越有可能在做一些愚蠢的事情。真正的投资者感受到的是一种平静的无聊，而不是肾上腺素的飙升。他们可以数月甚至数年不做任何操作，这才是真正的力量，而不是懒惰。当世界在他身边飞速运转时，依然能够静坐不动的人才是最终的赢家。我经常说，在追求卓越之前，先要远离愚蠢。这句箴言概括了我所有的投资哲学。你无需做任何非凡的事情，也能收获非凡的成果。你只需要避开那些毁掉大多数人的愚蠢行为：过度自信、贪婪、嫉妒、负债和情绪化的决策。你无法控制市场，但你可以控制自己。真正的杠杆就在于此。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嫉妒，这个无声的杀手。没有什么比看到别人快速致富更能摧毁一项优质的投资了。当你的朋友炫耀他们在加密货币、迷因股票或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中一夜暴富时，你可能会因为坚持耐心而觉得自己很愚蠢。正是在这种时刻，人们往往会抛弃理智去追逐刺激。他们用长期的复利增长来换取短暂的多巴胺快感。当炒作的热潮退去，而它终将消退，他们剩下的只有悔恨，而不是回报。你想变得富有吗？学会欣赏别人的成功，但不要模仿他们的愚蠢行为。世界上总会有一些看起来比自律更聪明的诱惑，千万不要上当。复利的增长虽然缓慢，却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那些一夜暴富的人很少能够守住他们的财富，而那些通过稳健的方式积累财富的人，几乎永远不会失去它。至于错误，你必然会犯，没有人能够避免。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如何应对错误。明智的投资者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调整他们的投资策略，然后继续前进。而愚蠢的投资者只会为自己辩解，推卸责任，然后重蹈覆辙。每一个错误都蕴含着智慧，前提是你的自负没有大到让你听不见它的声音。我也犯过无数的错误，多到数不清，但我得以幸存下来，是因为我建立了一个能够防止任何单一错误造成致命打击的系统。多元化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要素，而谦逊是另一个。必须明确的是，谦逊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财务策略。承认自己无法预测未来是优秀投资的基础。
当你开始自认为比市场更聪明时，你就危险了。最优秀的投资者始终保持着好奇心和怀疑精神，他们深知妥善管理的无知比草率运用的知识更能创造收益。所以，如果你在2026年才开始投资，请记住，市场不奖励速度，只奖励耐力。你的优势不在于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而在于能够活过每一个到来的明天。如果你买入优质企业的股权，设置自动投资计划，并且永远不会因为恐惧而抛售，那么你终将获胜，不是因为你有多么聪明，而是因为你能够持之以恒。不要沉迷于时代变了的幻觉，事物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技术在不断发展，但是隐藏在技术背后的人性本质从未改变。贪婪、恐惧、嫉妒、狂热，这些情感是永恒的。每个时代都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但每个时代都以惨痛的代价重蹈覆辙。你没有必要也这样做。你可以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世上最廉价的教育就在于此。仅以此真言赠予你：财富是静默的，它不喧嚣，它通过复利增长，它不寻求关注，它带来的是自由。投资的意义不在于炫耀财富，而在于彻底摆脱对金钱的焦虑。总有一天你会醒来，发现时间而不是收入才是你最宝贵的资产，这才是真正的回报。想在2026年为新手提供投资建议吗？那就停止像一个新手那样思考，不要再追逐热门股票，不要再对市场的剧烈波动做出过度反应，不要再被头条新闻牵着鼻子走。建立你的投资体系，实现自动化，然后让它自行运转，让你的钱为你工作，而你则专注于提升自己。市场不欠你任何回报，它只会慷慨地馈赠那些尊重时间、纪律和数学法则的人。所以，是的，图片上说的是对的。不要仅仅买股票，要依靠耐心，依靠你所拥有的所有权，依靠那份源于深刻认知的沉静自信。你所参与的这场游戏，大多数人甚至从未真正理解。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你能规避那些愚蠢的行为，保持理性，让复利施展其缓慢而神奇的数学魔力，那么在2026年，你不仅能够生存下来，你还将蓬勃发展。多年之后，当市场再度陷入恐慌，情绪肆虐时，你将是那个依然沉静的人。当人群嘶喊着别买股票，当恐惧笼罩每一条新闻标题，你只是微微一笑，因为你早已看透其中的规律。真正的财富从来不属于那些追逐短暂涨跌的人，而属于那些在不确定中依然坚定买入优秀资产并长期持有的人。那份从容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深刻理解复利与人性的结果。市场会起伏，情绪会波动，但理性与时间总会站在同一边。